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6月5号，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春季学期第2批班次的毕业典礼。台上一位大员给学员们颁发证书。这位大员是谁呢？官方通稿白纸黑字写着中央党校校长蔡奇。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中南海里头的一场人事大地震就算是昭告天下了。很多人看这条新闻，可能也就觉得是常规的人事更迭，蔡奇手里的权力又变大了而已。但咱们要是把时间轴稍微往前拨一点点，5月15号，就在20天前，中央党校搞开学典礼。当时坐在主席台正中央，以校长身份给学员们训话的是陈希。20天的时间，没有铺垫，没有交接仪式，没有新华社那种4平8稳的不再担任的通稿，陈希就这么凭空消失在了党校校长的位置上。在中共那个讲究排场、讲究规矩、讲究论资排辈的黑箱体系里，换一个中央党校校长，那绝对是一件动静不小的事儿。咱们回看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甚至包括中南海现在塔尖上那位自己接任党校校长的时候，时间节点那是卡得死死的。胡锦涛是1992年14大进常委，次年2月接任。曾庆红是2002年16大后12月接任，刘云山也是18大开完，次年1月接管。所有的规律都是开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完一中全会，新班子落定了，大家喘口气，等个把月甚至几个月再完成党校校长的交接。但陈希呢，他当年上位和今天下台，完全把这套规矩砸了个稀巴烂。2017年19届一中全会闭幕的那天，中南海那位当天就火急火燎地宣布陈希接管中组部和中央党校，不仅打破了长达近30年必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党校校长的铁律，更是连1天的时间都不愿意多等。而今天蔡奇的接任同样是不讲武德。现在距离中共21大还有1年多的时间，根本不是什么全会换届的节点。蔡奇就这么急匆匆地被推到了前台，接管了这座专门给中共高级干部洗脑的最高学府。这背后藏着什么文章？要真正看懂陈希在中南海的特殊地位，咱们得回到1975年的清华大学。那个年代的清华可不是今天那种靠高考拼分数就能进的象牙塔，那时候实行的是工农兵学员制度，说白了就是凭出身凭推荐。陈希，福建莆田人，当年是福州大学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因为根正苗红，表现积极，被厂里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的是基本有机合成专业。而就在同一个班里，有一个来自陕北梁家河的知青，也拿着大队开的推荐信报到了。这个人就是今天龙椅上的那位老大。这2个同年生人，同样22岁的小伙子，不仅被分到了同一个班，还被安排进了同一间宿舍，睡在了一张架子床的上下铺。陈希睡上铺，那位知青睡下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陈希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而睡在他下铺的这位兄弟身份却非常尴尬。他的父亲当时还在受审查，被打成反党分子，他本人的档案里贴着黑帮子弟的标签。这种身份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走到哪里都是被人翻白眼，甚至要被划清界限的对象。但陈希没有看不起这位睡在下铺的兄弟，相反，2人因为性格相投，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不过光有同窗之谊还不足以让这段关系在日后成为中共政坛上最坚固的政治保盟。这段关系里藏着一个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生死契约。由于父亲的牵连，这位知青的政治前途原本是一片灰暗的。要想在体制内有出头之日，入党是唯一的敲门砖。可是一个黑帮子弟想要入党，谈何容易。他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加上到了清华之后，前后一共写了9份入党申请书，每一次交上去，面对的都是政审干部的冷脸和毫不留情的驳回。9次申请，9次被拒，换做一般人可能早就心灰意冷认命了。就在他准备递交第10份入党申请书的时候，
一个关键人物站了出来。这个人正是当时在班里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陈希。大家想想那个政治氛围，给一个黑帮子弟当入党介绍人，那可不是在文件上签个字那么简单，那是需要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背书的。一旦上面的路线风向一变，追究起阶级立场问题，作为入党介绍人，陈希绝对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甚至会被打成同情右倾分子的黑干将。但是陈希签了，他不仅签了字，还利用自己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在各个环节帮着周旋，说好话，硬是顶着压力把这位夏普兄弟的入党手续给办了下来。1974年，这是那位老大哥政治生命真正的起点。没有陈希冒着巨大风险签下的那个名字，就没有后来顺利步入仕途的县委书记，更不可能有今天黄袍加身的一尊。这份恩情有多重？这叫政治上的再造之恩。陈希见证了那位年轻知青最落魄、最无助、最不被世人接纳的灰暗时光。在无数个熄灯后的夜晚，上铺的陈希听着下铺兄弟因为前途渺茫而辗转反侧的叹息，他选择伸出手，把兄弟从政治泥沼里拉了出来。这种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是极其纯粹、极其牢固的。它超越了日后官场上所有的利益交换和阿谀奉承，因为陈希在他最虚弱的时候没有落井下石，而是雪中送炭。这份生死契约成了日后陈希横行中共官场最大的免死金牌。1979年春天，清华大学化工系的这批工农兵学员毕业了，同在一个宿舍住了4年的好兄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那位老大哥因为老父亲平反复出，家族的政治资源重新激活，毕业后直接被安排进了中国权力的中枢神经中央军委办公厅，给当时的国防部长耿彪当了现役秘书。穿上4个兜的军官服，他正式踏入了中共那张错综复杂的权力巨网。而陈希呢，他没有那么显赫的家世，毕业后被打回原籍，分配到福州大学化工系去当了一名普通的教书匠。2个人的人生轨迹似乎在这一刻就此平行。在福州大学教了几个月的书后，1979年夏天，陈希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回了清华大学化工系攻读催化动力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陈希回到北京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学校招待所安顿铺盖卷，也不是提着点心去拜访自己未来的研究生导师，而是直奔中央军委办公厅的驻地，去探望那个在权力核心圈里跑腿的老同学。大家细品这个动作，1979年2人刚刚毕业几个月，身份地位已经天差地别，一个是手握机要文件的首长秘书，一个是还要继续苦读的穷学生。这是一段超越身份差异的兄弟情。在接下来的近40年里，2人看似在各自的轨道上越走越远。那位老大哥在政治泥沼里一路摸爬滚打，从中央军委下放河北正定，然后去了福建的厦门、宁德、福州，一路做到福建省省长，后来又调往浙江、上海，最终在17大上杀出重围，挺进中南海，确立了王储的地位。这几十年的官场沉浮，充满了尔虞我诈、派系倾轧和残酷的权力斗争。而陈希的履历则显得干净甚至单调，得有些乏味。他硕士毕业后留在清华任教，从普通的讲师做起，慢慢走上行政管理的岗位。期间在1990年到1992年还被公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2年的访问学者。回国后继续在清华大学的党委系统里熬资历，直到2002年熬成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算是在体制内混到了副部级的门槛。一个在官场里厮杀，一个在象牙塔里藏身。这40年的分道扬镳，表面上看是2人渐行渐远，但实际上这恰恰是陈希能够成为那位老大心头最爱、最不可替代的军师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因为陈希太安全了。在中共的体制内，地方大员在攀爬权力的过程中，必然会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你在地方上当官，必定会有提拔你的老领导，必定会有你一手提拔的老部下，必定会沾染当地的经济利益和人脉网络。
任何人走到高位，身上都挂满了沉甸甸的派系包袱，但陈希没有。他长期蛰伏在高校这个相对封闭单纯的环境里，他没有在地方上主政过一方，也就没有所谓的独立山头，他没有分管过经济大权，也就没有惹人眼红的利益纠葛。对于那位在地方官场见惯了背叛和算计的老大来说，每当他遇到政治上的烦恼，遇到用人上的疑虑，他找谁商量最放心？那些地方上的同僚，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些下属，他们只会报喜不报忧。唯独远在北京清华园里的老同学陈希是一个最完美的谋士。陈希不需要从老大那里套取地方上的经济利益，老大也不用担心陈希会向其他政治势力出卖情报。两人虽然天各一方，但联系从未中断。陈希成了老大最隐秘的情报站和不摄政的白手套，而且两人的利益绑定在暗中早已完成了闭环。大家还记得1998年到2002年期间，那位老大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时候，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弄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位吗？不用脱产，不用参加全国统一的博士生入学考试，边在福建当省长边读书，最后轻轻松松拿到了一纸法学博士文凭。那个时候清华大学的党委系统是谁在话事？正是陈希。你当年冒着风险做我的入党介绍人，给了我政治生命的起点。后来我在地方当封疆大吏，急需高学历装点门面的时候，又是你在清华大开绿灯，用一纸法学博士文凭给我镶上了金边。陈希对这位老大那是既给了敲门砖，又披上了黄金甲。这种一路保驾护航的恩情，早已经把两人的命运牢牢拴在了一起。也难怪老大日后黄袍加身，拼了老命也要保陈希上位。朋友们，这中南海里斗的是昏天暗地，那种高压环境，精力要是跟不上，怕是连觉都睡不稳。其实不光是他们，咱们这天天盯着时局，为国家前途操心的朋友也得有个好体力、好精气神。这里江峰跟大家分享一个守护健康的好帮手——普瑞堂黑参。它传承了古法9蒸9晒的细腻工艺，是调理元气、增强体力的传统佳品。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加一道保障，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您想支持江峰的节目，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官网。结账时，请务必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现在普瑞堂提供全球包邮服务，不论您在海外哪个角落，健康都能送到家。而且现在还有个特别给力的活动，购买满500美元就额外加送1根高品质黑参，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好了，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刺刀见红的人事大战。时间来到2007年，中共17大闭幕，中南海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变。原本被外界普遍看好的团派接班人李克强被压了半头，那位曾在清华住下铺的知青，以黑马的姿态跃升为政治局常委，并出任国家副主席，正式确立了皇储的地位。新官上任3把火，更何况是未来的天下共主。一尊确立地位后，心里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好兄弟陈希给拉拔起来。2008年，老大动手了，他动用自己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权力，提名将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调入教育部担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老大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精，先让陈希在副部长的位置上过渡一下，熟悉部委的门道，过不了多久就接替当时的教育部长周济，让陈希名正言顺地跻身正部级高官的行列。只要跨过了正部级这道坎儿，陈希未来的仕途就彻底打开了。进可入阁拜相，退可掌控封疆。可是老大万万没有想到，这头一把火就被人用一盆冰水给浇了个透心凉。谁这么大胆敢拦王储的路？答案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团派大将。具体来说，是2个人联手布下了一道铁壁铜墙。一个是当时权倾朝野，号称中南海大总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另一个是掌控天下官贸、
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元朝。令计划和李元朝代表着当时胡锦涛时代的权力核心，在他们眼里，你一个刚刚被各方势力妥协推上来的储君，脚跟还没站稳，就想把自己的大学哥们硬塞进中央部委当一把手，门都没有。面对老大的提名，中组部那边直接玩起了太极。李元朝以干部任用条例、资历不够、缺乏地方执政经验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死死卡住了陈希的转正之路。令计划则在中枢进行调度配合，让陈希在教育部的这个副部长当得极其憋屈。老大一看硬冲不行，只能迂回作战。2010年9月，他把陈希从教育部弄出来，空降到辽宁省担任省委副书记。老大的想法是，你们不是说陈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吗？我让他去辽宁这种工业大省镀镀金，刷个省委副书记的履历，这下总能提拔个正部级的省长了吧？结果团派那边依然不买账。在辽宁待了仅仅7个月，陈希的升迁之路再次被令计划和李元朝联手堵死，就是不给你正部级，就是要把你按在副部级的冷板凳上摩擦。当时陈希已经58岁了，按照中共的官场规矩，副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是60岁。如果再不能解决正部级的待遇，陈希就面临着到点退休、黯然离开政治舞台的结局。眼看着好兄弟就要被政敌活活耗死，老大彻底急眼了，他顾不得什么吃相了，砸锅卖铁也要把兄弟保住。2011年4月，老大动用了极大的政治资源，硬是把陈希塞进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清水衙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担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科协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群团组织，但党组书记这个职位却是实打实的正部长级。就靠着这招险棋，老大在陈希即将年满60岁的最后关头，帮他解决了正部级待遇，从而成功的将陈希的政治生命延长到了65岁。这就为后来18大之后的全面反击留下了最关键的火种。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恍然大悟了？18大之后，一尊为什么对团派痛下杀手？为什么要把令计划搞得家破人亡？为什么要把李元朝彻底边缘化甚至软禁？除了冷冰冰的政治逻辑之外，还隐藏着刻骨铭心的私仇。这段长达5年的憋屈历史，不仅解释了团派覆灭的根源，也让咱们了解到老大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本性，更证明了一点，为了陈希，那位老大是愿意反复消耗自己极其宝贵的政治资本的。2012年深秋，中共18大召开，隐忍了5年的老大终于登上了大位，把党政军大权攥在了手里。隐忍结束了，清算和分赃的时刻到了。18大刚一闭幕，老大立刻迫不及待地把在科协避风头的陈希调回了权力中枢，出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部长是赵乐际，但在中组部的大院里，谁都知道真正说了算的是那位从清华来的常务副部长。陈希实际上把赵乐际给架空了，替老大牢牢握住了天下官员的乌纱帽。到了2017年中共19大，老大彻底清除了政治对手，权力达到了巅峰。陈希也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不仅正式出任中组部部长，更是打破了以往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兼任党校校长的近30年惯例，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19届一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急匆匆地接管了中央党校。甚至在2018年的机构改革中，老大专门下令把原本属于国务院系统的国家行政学院直接并入了中央党校，一套班子2块牌子。从此以后，全中国所有值得培养的官员，不论是党务系统还是政务系统，从县委书记到省部级大员，想升官都必须先进中央党校那个大院里，让陈希这台人肉 X 光机从里到外的照一遍。从2017年到2026年，这漫长的9年时间里，陈希成了名副其实的吏部尚书。现在外界整天都在炒作什么福建帮、浙江帮、枝江新军，其实说句透底的话，这些帮派最终的汇聚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陈希帮。
因为在这9年里，每一个省委书记的任命，每一个部长的提拔，背后都离不开陈希的考核、筛选和点头。他帮着老大在全党范围内清洗异己，把那些有团派色彩的、有江派背景的官员一个个边缘化，然后换上唯命是从的技术官僚和清华校友。陈希就是那个隐身在幕后，替一尊亲手打造出整个习家军班底的铸造师。为了让这个铸造师多干几年，老大甚至不惜彻底废掉了中共高层7上8下的年龄铁律。2022年中共20大召开时，陈希已经69岁了，早就过了68岁必须退休的红线。他在20大上卸任了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的职务，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彻底告老还乡了。结果呢，老大硬是施展了通天的手段，让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普通党员陈希继续霸占着中央党校校长这个极其核心的职位，一干就是3年多，一直干到了今天，他72岁高龄。这是何等的信任！这件当年在清华园里就穿在身上的贴身棉袄，在过去的10几年里，替老大挡住了多少明枪暗箭，替老大干了多少得罪人的脏活累活。可是为什么会在2026年6月的这个时候，突然以一种近乎极其狼狈的方式，在20天内被一脚踢开呢？这种急刹车式的换人，绝不是正常的政治安排。这几天，当突然走上党校毕业典礼主席台的蔡奇出现时，大家都在惊呼，说蔡奇的权力简直大得没边了。他不仅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排名第1的书记，还兼任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把控着老大的日常起居和警卫安全。他又接下了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肥差，现在连中央党校校长这个专门给人洗脑的活也抢到了手里。甚至这几天北京的政治圈子里还疯传一条没有落锤的小道消息，说蔡奇马上还要接任中央军委第1副主席。这个消息真假，咱们暂且让子弹飞一会儿。但在中共那种黑箱政治里，谣言往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退一万步讲，就算蔡奇不进军委，他现在手里捏着的人事权、警卫权、意识形态大权，已经让他成了一个没有名分的副总统。可是如果咱们稍微对比一下陈希和蔡奇与老大的关系，你就会发现，蔡奇这件华丽的外套里其实藏着致命的倒刺。蔡奇是什么时候认识老大的？是1985年，整整比陈希晚了10年。这10年的时间差决定了两人在老大心目中完全不同的心理定位。而且更致命的是，1985年蔡奇在福建认识老大的时候，老大已经是头顶着红二代光环，从中央空降下来锻炼的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了。而那时的蔡奇仅仅是福建省委办公厅里的一个副处长。大家体会一下这种权力的温差。从两人认识的第1天起，蔡奇就是在仰视，他面对的是一个手里有权、背景深厚的首长。这种关系从根子上讲，就是依附与被依附、指令与服从的官场上下级关系。陈希是贴身棉袄，在最冰天雪地、大家饭都吃不饱的文革末期，他贴着老大的皮肤，他知道老大身上有几道疤，那种情谊是把老大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处的。而蔡奇是防弹外套，他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工具存在的。当年在福建、在浙江，蔡奇就是干那种给首长写大密稿子、安排行程、处理麻烦事的大管家活。首长用他用得顺手，所以一路提拔他。蔡奇对老大的忠诚是建立在首长永远正确这个基础之上的。他在迎合权力，而不是在守护一个兄弟。咱们再回过头来琢磨琢磨这20天的诡异时间差，老大真的舍得主动把陈希换下来吗？绝对不可能。就像咱们前面说的，真要是主动交接，卸任时间和接任时间都不会这么急刹车。如果真是陈希身体出了什么大状况，按照中共黑箱作业的惯例，也一定会故意放点风出来，暗示老同志身体不适，主动让贤，好歹给双方留个体面。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根本不是老大的本意，而是有强悍的外力介入。
5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为何没开？中南海里一定发生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掀桌子斗争，反对势力或者党内其他的利益集团已经逼到了老大的眼前，逼着他必须交出中央党校这个把控全党人事和洗脑大权的关键阵地。而蔡奇的接任表面上看是自己人接班，实际上极有可能是双方刺刀见红之后各自做出的巨大妥协。啥意思？老大保住了大权在握的面子，反对派成功拿掉了老大贴身棉袄的里子，这恰恰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塔尖上那位根本没有外界吹嘘的那么手握大权，他的权力底座正在发生严重的松动。当你被迫把贴身棉袄脱下，换上一件最厚重、最华丽的防弹外套时，虽然你能掩饰自己的虚弱，但你绕不过最基本的人性。外套是可以脱的，外套也是可以随时披在别人身上的。蔡奇现在天天把入脑、入心、入魂挂在嘴边，表现得比谁都忠诚。可是蔡奇背后有没有自己的利益集团？他提拔的那些浙江帮、福建帮的马仔，是不是都眼巴巴地望着他，等着他更进一步？一旦到了明年的中共21大，一旦老大因为身体原因或者政治斗争的突发变故，对权力的掌控力出现更大松动，一旦蔡奇的头上再也没有那位一尊压着，你觉得蔡奇会像条忠犬一样继续执行老大的路线吗？别天真了，中南海里没有傻子，只有戏子。每一代接班人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否定前任。华国锋是怎么对待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的？邓小平是怎么对待毛泽东的路线的？赫鲁晓夫是怎么在秘密报告里清算斯大林的？蔡奇这样一个靠逢迎上意、心狠手辣爬上权力巅峰的政客，一旦让他彻底掌控了机器，他绝对会成为第一个跳出来砸烂老大招牌的人。因为只有否定过去，他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神坛。好，今天就聊到这儿，请一定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也欢迎大家点赞、留言，把视频转发给您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